但是我觉得是一种 therapy。对啊，尤其在我们社会，男生比较不可以分享他们自己内心的感觉，这样男生不能说自己辛苦啦，爸爸不能说自己辛苦。小孩长大后最怕他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这个很难呢，这个很难呢。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Oh my gosh！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诚实答案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你一定不会，就是他伤害到别人，那个别人跟我无关的话，我怎么可能会跟他伤害自己是同样程度的在乎？不可能啊！所以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只是看你敢不敢讲而已。OK， 我们原本是想要买午餐，但是呢，现在雨太大了，然后我没有带雨伞，你有，但是这样真的很麻烦。你们看 ，Look at that crazy！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露营的地方附近，它那附近也有健康餐，有吗？对 ，OK， 好。跟皮塔说 sorry。所以你吃健康餐也是因为皮塔强迫你吗？不是，什么叫强迫？没有，我本来就饮食非常固定，我可以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然后不会觉得腻。我跟你完全相反，我一定要 like 每天不一样，不然的话我会吃很腻。我是觉得要想每天不一样要吃什么很烦然后我不想要很烦，所以我就都吃一样的。因为我现在都在饮食控制嘛，然后假设我有一餐要吃200克的饭，然后就觉得我不想再吃饭了，吃腻了，然后换地瓜可是光是说你200克饭换算成地瓜，大概是340克的地瓜，然后我就觉得很烦，就是我要算I see， 我懂。那像你平常出国旅游的时候，对你来说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出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好吃的。对。那可能有些人是可能看风景或者买东西之类的。那你呢？我觉得最重要一定就是吃跟看风景。所以有吃哦。对，但是要问说，你愿意为了看风景牺牲掉吃吗？就假如说你要登一个山，然后你只能带三明治，还是你会不愿意牺牲？我是绝对会牺牲吃。我是绝对不会愿意牺牲吃。真的？对。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呢，我会宁愿待在市区吃好吃的。真的？对。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跟其他人去，就至少多一个人，比如说我跟 Maggie 一起去，或者我跟一群朋友去。如果刚好可能对他来说，他很想要看这个湖的话呢，我可以牺牲这个。那你真的很重视吃吃的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好像是完全倒过来，就是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一定会牺牲吃，是因为其他人想吃东西，我才会变成好吧，那不要去看。那我跟你相反，我真的跟你超级相反。我们 off camera 的时候，我有问伯恩，就是为什么这边有这么多鸟？然后我原本不知道，但是你是说什么？我超级爱鸟的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老人，我的所有兴趣都可以在公园完成，赏鸟、下棋、暴力上岗。等一下，但是你是那种 chess 下棋嘛，对不对？对，这边有吗？没有但我那天经过那个荣兴花园，一堆老人在下象棋。我小时候也会下象棋。现在你还是会吗？算会，但没有那么强，但没有很厉害。对，小时候是可以下盲棋的，就我可以用念的那样 power 平五、马八进七这样子。这么厉害？我发现我点错了，这个很难一边讲话一边吃因为又有麦克风，然后我这边又有一些问题，我可能会问你之类的。不专业，你应该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大荧幕，然后直接把问题投在上面。我没有准备好我这个摄影棚。对啊，你带的东西太少。我已经带。OK， 我跟你们说，我问他 OK 这边有什么东西，他说 OK， 有这些麦克风，我说 OK 好，声音那就好了，所以我就带了三脚架麦克风。这些，然后后来我就忘记问，那有没有灯？他说有灯，我就还好，我不用带灯。结果我看到有1个、2个、3个这个脚架，我就想说，我今天早上背着2个脚架很重，我觉得很重。那个钛合金很轻很重。但是没有比背宝宝还要重。其实我想要拍像这种的东西，是因为想要跟其他的爸爸们聊关于当爸爸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在健身的时候，你就提到一个东西，你说没有人会珍惜爸爸的努力。为什么？你拍这整个系列，你不会得到任何 appreciation。没有，大家都爸爸的努力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这样。但你知道吗？
其实我拍这个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觉得很多人会想要看，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不会有很多人会看，但是我觉得是一种 therapy 啊，对啊，尤其在我们社会，男生比较不可以分享他们自己内心的感觉，这样男生不能说自己辛苦啦，爸爸不能说自己辛苦。那你辛苦吗？我很辛苦啊！你这种人，你不可以说你自己辛苦啊，我真的很干嘛？辛苦我觉得我很常有一个感觉是，没有人真的知道我到底平常有多少事情要做，就是那种我知道讯息，你做很多讯息，我要聊天的，我会很生气就是你觉得我可以聊天，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对，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怎么会觉得可以聊天呢？那你生了小孩之后，一定有什么地方是 sacrifice 牺牲的嘛，对不对？你从哪里把这些时间可以放在小孩的身上？事业啊，我觉得如果没有小孩，我一定可以冲得更前面，然后冲得更高。OK， 对吧？所以我一直想要做 checklist 嘛。你要生小孩之前，你就有10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讨厌睡觉吗？Go 讨厌睡觉，那可以生小孩。你人生没有想要达成的事情了吗？就勾完10个东西，你就说哦，你很适合生小孩你胸无大志又不睡觉。因为我的表演通常都是在晚上嘛，就是有售票表演跟 open mic，他们都是在晚上。如果我没有小孩的话，我一定会就是一直跑 open mic，对，我可以中英文都跑，然后周末有售票表演。可是现在因为有小孩，我需要限制次数，就会变成我自己本身的进步是受限的。然后我知道是为了照顾小孩，但是有些爸爸们还是会直接冲。对啊，那就把所有责任放在老婆的身上。没错，自私啊。那所以，但问题是你现在跟我讲的是，你又想要冲，但是你又不想要自私。我有点放弃冲啦，或者也不是说放弃冲，要暂停暂缓。对，因为我觉得有黄金时期。所以学龄前啊，那种0到3岁，你如果没有花时间去陪伴小孩的话，有点得不偿失啊。你可能会心里想说，我这段时间冲事业，那将来我可以提早退休，我可以花更多时间陪小孩。不好意思，那个小孩那段已经不想对，已经不需要你陪了，你就是花这段时间。还蛮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把小孩的黄金时期跟你的有点要对起来。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会有一些痛苦，那种时间安排上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自己很满意的程度，就是因为没有对起来。人生35岁应该事业还要再继续冲的时候，我需要先花可能5-6年吧，我觉得到小学他才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玩，不需要晚上一定要爸爸陪着睡，或者他玩的时候不用有一个人一直在他旁边。还是你会有一点感觉，就是说一直有那种后悔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后悔，可是总和来讲没有到太后悔，因为我觉得我儿子真的太可爱，对啊，太棒了。我不会说是一个人生做错的决定，但同时你如果问我说可不可以重来的话，我可能会晚一点再生。晚一点，对。可是我刚刚突然又想到，好像完全在复制我跟我爸的故事。Oh no！ 我稍微讲一下，就希望我爸妈如果看到不会太受伤。你爸妈应该不会看到这个。不一定。我印象中小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爸是花很多时间在陪我的。那很好啊。对，然后草地上面玩丢球、丢接球。So cute。对。但是回台湾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早出门，很晚下班。然后下班回到家之后，他也不会跟我互动，他会直接走到他的书桌坐下来，然后继续工作到他要睡觉，然后他就睡觉。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也是在等我比较不需要照顾了？因为他超爱研究啊，他超爱学习啊，所以他就可以回到他原本的那个规律。然后我现在在想着要做跟他一模一样的事情。你那时候那段时间，尤其是在台湾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跟你互动了。他是怎么影响你的？我觉得其实还好吗？只是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奇怪，礼拜天下午不是都要去打篮球吗？怎么不打？怎么没有打？对，然后好算了，我可以自己去打。所以你没有那种感觉，好像他是不是不爱我？不会，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倒不会。
那你觉得你孩子会吗？因为他已经3岁多，应该开始可以看到他的个性是不是比较黏，还是说 OK？ 超爆黏到不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个性跟你应该是不一样吧？我觉得很不一样。如果很不一样的话，如果你跟你爸做同样的东西，你小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反应？然后那个反应会不会不太好呢？就很麻烦啊，对啊。可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要怎么教他，逐渐的不要那么黏。他黏你还是黏妈妈？黏我。我好羡慕你。你羡慕我？我很羡慕你。少来了。像我跟我老婆的情况就是，我也是花很多时间在我小孩的身上，然后就是我非常爱他们。我是黏的那种人，我是黏的，所以我付出的这些，我也希望有一些是他们也可以回报一下，说爸爸我爱你是什么的。即便一整个礼拜都是我陪，或者我跟他们玩，他们很开心。只要妈妈出现，妈妈我要你。可是为什么？那你猜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谁负责喂他们吃东西 ？Both。OK。但是Megan 是有亲喂的，所以可能是那段时间在喂母奶的时候。但是我想说，不是啊，但喂完母奶大概可能1岁左右，通常都是我在喂那个奶瓶，然后可能出去玩或者吃东西的时候也是我在喂，也是我在做啊。当然 Megan 也会有在做，但是我觉得比例的话就不会像一开始喂母奶可能80%是他，20%是我，甚至可能到2岁的时候，那谁比较严格？我觉得有可能是严格，因为我的小孩 No 真的啦，我的小孩超爱去阿公阿妈家。他就会每次礼拜六，我说今天礼拜几？礼拜六可以去哪里？阿公阿妈家。然后他超爱去，他每次开车没有，但那个不一样啊。真的吗？因为我很严格，然后我爸妈很不严格，所以他就会知道在阿公阿妈家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然后他就会很喜欢阿公阿妈。但是如果你真的让他认真的要选谁的话，我相信他应该会选你。没有，对不对？不会吗？我的小孩真的，他的个性绝对不是遗传我，但就是问他说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或是问他说你比较喜欢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他的眼神就是，反正他就是要看我难过，他就会这样妈妈。然后我就说，我就会这样，为什么？但像这种的话，他可能是觉得你跟他玩。对。那如果他受伤了，他是选你还是？他会要我抱，对吗？你看我2个儿子，他们受伤的话，一定会找妈妈。而且甚至是像现在我开始是我跟2个，就我跟他们一起在同样的房间睡觉。对，那这样的话 ，Megan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晚上的时候，我大儿子他会有那个叫 night terrors，所以会突然间大哭，然后起来哭，然后他哭的时候就会我要妈妈这样。And I feel like I'm like， 但我在这里，我可以帮到你，我不要你。I'm like that hurts， 好痛，好痛。2个相反吗？对啊，相反。你是 please 不要爱我是吗？就是不用每件事情都抱抱，你要吃你的优格，不用我来开，你可以自己开。我们真的是相反 ，That's crazy, dude。Alright， 我们刚刚有吃完午餐，好好吃。你知道，因为这个是我拍的第1集嘛，就是我们有一些想法，就想要把它弄得比较不一样 ，like not just a full podcast or not just a conversation， 但会 like go through a couple of things。那我想说，那我们可以一边吃午餐一边聊天，结果没办法。对啊，大家不要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印象中，所有我参加过的边吃饭边讲话的节目，最后都没有吃到东西。没有吃到。你知道你的小孩是哪一个？就是依附 attachment 是哪一种吗？ I don't know what they are。就是有安全型的，安全型的就是说，他如果本来在哭，你过去把他抱起来，他就不哭了。OK。然后还有一种是我其实一直分不出那个焦虑型跟逃避型，但 anyway 有一种是他在哭，你过去抱他，他会继续哭。我想想，但我都分不太清楚，我只是觉得我的小孩100%不是安全型，因为他每次在哭，我把他抱起来一直哄，他会继续哭，哭很久。我们的话，只要他哭，我抱他，因为我们通常都一定会搭配跟他讲话。会先跟他说，先确认他的感受，所以我们会类似说，你在哭对不对？对，我在哭，这样 like 就很明显，就是对，你哭是因为你痛吗？你哪里痛？你是脚痛吗？还是这样之类的这样。如果是那种很痛的话呢，那个就不算。但是如果是那种黏的那种哭的话呢，
通常我们抱很快就停，很我觉得比较快就停下来。安全型 I think so, yeah. 一点点。小培根一定是，就我大的，他一定是。小的话呢，小蛋饼他，因为他刚刚满20个月，他最近才有，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个性。然后就发现他跟小培根真的相反。小培根他是那种，他如果要一个东西，他我要这个，我会说哦，我知道你要，我也要，但是我们今天没办法，我们明天再要，好不好？好吧。哇，那么好讲话。但是小蛋饼，我要这个啊 ，baby， 我知道你要，我要这个大大也要，我要那我们明天这个比较像我的。Oh my gosh, please stop！ 这比较像我的，是吧？这个像，对。你刚刚不是讲说他在哭的时候，你要问他一些问题，可能简单的是非题，他可以回答吗？No， 我的那只他怎么做？就是他就你的那只，然后过去说怎么了？说你是刚才受伤吗？他完全没有要理性沟通。那一样。我是有发现有一个做法，他会停止哭或者停止闹。我如果抱着他然后就这样飞，他就对这样。然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小孩，我觉得他后面的都是在装哭嘛。对。所以戳破他装哭说，刚偷笑，他这样。对，这样不错，你生了小孩之后，他这么让你有那么多挑战性的东西，他有没有让你面对其他事情，不管是其他人或者其他的困难，有没有帮助到你？我觉得有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就是会磨练那个耐心，所以其实我以前也讲过，我觉得如果全世界大家都有生小孩，然后都有经历过那个带小孩的东西，你的耐心会被磨练出来，然后你出去跟别人相处会更多的耐心。真的可是我后来有发现，很多人是相反，就是那个是好的情况，你会增加耐心。有一些耐心，它不但没有办法增加，它会被消耗掉。就是因为已经没有耐心，然后他可能出去就会觉得然后就没有这种时间，我没有这种耐心来面对你们。对我懂。然后包含我觉得自己心中的那个转念。你只要出去，你看到网络上有任何人做某件事情，你就想说谁会做这种事情，然后你很气愤的时候，你就把他当小孩子，就理解了。对，他是白痴等一下，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你小孩是白痴哦？不是啊，他定义上他的智商就一定对不够啊，他大脑没有发展完全。那我懂了，难怪会这样。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但很常在网络上有一些 crazy 的人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也学会怎么跟我的小孩讲话嘛，就是我不能直接进去说为什么这样，然后我觉得怎么样，是要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哭，就让他看到是你了解我的感受。我发现其实这样也是面对外面的人同样的东西但你用大人的方法来讲的话呢，他们也会觉得哇，你很会讲话，或者你真的很好这样。对，像你学到这么多东西，你生了小孩之前跟生了小孩之后，你跟你老婆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其实觉得我跟我老婆的相处的等一下，your voice cracked 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完美的there you go 就是我们本来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从来没有吵过架，从来没有。Oh my gosh, preach! I know you, I know, dude. 对啊，你也是啊，对啊。然后没有人相信，对 ，so easy， 对，真的，你就会发现，就是什么 soulmate 注定在一起，大家都会不约而同讲的一个字是 "It's so nothing, easy." Right? Yeah, 那我跟你一模一样，我跟你一模一样。然后第一次吵架，就是因为两个人都带小孩带到太累了，然后已经没有时间，就没有精力再多解释什么，然后就吵架。还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重视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不会吵架。就好比说婚礼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安排婚礼的某些事情吵架。对，我懂。No， 我完全不在乎婚礼。然后他 ，You can't say that 没有，他知道啊。那我怕谁听到？没有，他知道我不在乎婚礼啊。OK， 我只要付钱跟出席就可以了。不错，出席活动。可是他超级重视，所以他就会说100%给他弄，我不能碰任何一点。然后我就说，那你还有 Go ahead 给你，完美，很棒。然后我们现在家里的装潢也是一样，因为很多人装潢新家就可是我想要这个，我怎么那 No， 你一点都不在乎，对不对？他不准我碰，对了，我一点都不在乎。然后我们喜欢跟讨厌做的家事
完全不一样。谁是丢垃圾，然后谁是洗碗？等一下，因为现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哦。对，现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但是以前，等一下到底是怎样？我一定是我丢垃圾，他很讨厌丢垃圾。对，然后 I think that's a guy thing. I think so.因为你丢垃圾，你可以出去，对，就是哇，走一走啊，走一走。可是我记得，洗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通常是这样，就是通常男生比较高，所以比较讨厌洗碗，因为你的背会很酸。那还好，但我很矮，对我没有这个问题。对，所以以前是我负责洗碗，然后我很讨厌洗衣服、晾衣服。我觉得晾衣服超烦。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们一定吵架一定这样。对，没有人要做。对，没有。晾衣服，而且我一直很想讲说，到底是怎么样未开发国家才会用晾的？不是，就是烘衣机。Hello， 你们没有烘衣机吗？现在有。对呀，对，所以我才说那个做的家事有点改。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很习惯把事情100%谁做100%怎样做，所以后来带小孩这个默契其实也有延续。喂小孩吃饭100%就是我老婆负责。然后时间区段也很固定，我们每天他回来5点半到6点就是吃晚餐的时间，然后他负责顾小孩，我可以在旁边玩手机做随便，然后接下来6点到7点是看电视时间，看电视我会在小孩子旁边陪他看电视，然后跟他讲说，你看你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讨论剧情，说哇迷你特工队，哇超级恐龙力量，然后唱歌什么的。然后7点到8点就是学英文跟一些体能的，像他很会打羽毛球我们有买小朋友的羽毛球，然后我就是丢给他，他就啪这么厉害然后8点一到就是要洗澡good 对，然后很早对，因为他9点就要睡觉，洗澡是我负责。其实好像除了吃饭，后面都是我负责了嘛。那 OK 啦，因为你至少你吃饭的部分你也可以好好的。可是我们洗澡是分开，就是洗澡负责洗头、冲这些全部都是我。一旦他说我要出来了，我就会把他抱出来，然后我就走掉了，我老婆接手，就是擦干、吹头发跟刷牙是我老婆。I see。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默契一直都很交给你了，交给你了，这样。然后另外，但你们也没有讨论过，会知道，对，就是会知道。所以像你们两个的关系，你们其实也不一定要每一个东西都要讲很清楚，其实大家知道就 OK， 习惯这样就好。对，你们是故意生小孩对不对？Right? I don't know， 不是吗？是不小心生小孩？对啊，因为我只是很兴奋而已。没有，我原本就是要结扎结扎这个还有后续我们要揪团反正对啊，要啊，对，我要。我本来就要去结扎了，然后我就开玩笑说，要不要我先去验一下精子，说不定我不用结扎，我本来就不孕。然后我就去做了精液分析，然后他就说我的那个形状很怪异所以怀孕几率非常非常非常低，就是那种万分之几所以我们后来就比较顺其自然一点。OK。然后结果其实很久一段时间了，2年，然后就某一年突然中，然后为什么会中？你们是没有打算生？对，你们第一个感觉是过几天再测一次，那个说不定不准所以即便你们是 accident 你们后来就比较常吵架吗？还是只是现在会吵架了？第一年不适应，然后就有吵，可是也没有吵很多次，我觉得绝对不超过3次。这么厉害你们是不愿意想要面对任何东西，然后就我觉得好像不要讲就好了，然后它会慢慢的淡掉就没有了。第一次吵了之后，2个人都有点就是我们怎么可能会吵架？冷静下来说一定是太累了，所以后面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知道对方很累，那也就吵不起来因为像我的问题就是 What OK 来现在要讨论怎么了睡觉再讨论说 No 你这样讲我就有压力我跟你在一起真的会吵架，会吵很凶，我最讨厌这种一直逼说我们所以你就是那种需要时间来消化。对，但有些人就是时间消化就还好然后就不想要再面对了。你是那种吗？还是我觉得是这种但是像我这种人就会觉得好，你消化完那要记得我们要讨论但是要跟喜欢消化的那个人提到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消化那个人就觉得还好但我觉得
我觉得就没事了。但你真的开始讲出来的时候，他又开始真的生气，然后又需要消耗。I'm like oh my gosh bro， 没有，我觉得后半段不太像我，就是我们是冷静之后会知道上次的主要 take away 重点是什么，然后就知道就好了，也没有必要特别讲。我自己有一个疑问，想问你，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那个网络时代长大的小孩，对，很后期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家长在网络上 oversharing。Oh yeah，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征求过我们小孩的同意，没错。然后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他个性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他长大之后就假如他以后跟别人交往，然后说，你怎样？你不是你没有安全感哦？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你跟你爸爸？你怎么知道？然后就爸爸烦死了，我没有允许他。对耶，我有想过的是，就是因为你从小如果拍小孩的话呢，对啊，真的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对。所以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挡住他的眼睛，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目标也是说 ，OK， 我们只要拍东西的话呢，可以有一些他的东西，但是主要会是我跟我老婆的经验，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觉得OK， 我们现在带的很累之类的这样。但后来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在剪的时候要放那个眼睛很累可能现在有 AI 可能帮忙很多，但 有其他的影片都已经有看到他们了。一开始是 Megan 不想要分享太多，if any，然后是我想要分享，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可爱，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任何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慢慢 Megan 就变成好像我可以分享多一点，然后我变成慢慢保守一点，是很奇怪，一直到现在有一点像你跟你老婆的那种，就是 it's an unspoken thing， 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他之前说不太想要，然后我之前说是很想要，所以才到了一个中间的OK，那可以，但不用那么 focus 在他们的身上。你刚刚说的 like 我们现在分享的这些，虽然他们不在，但是我们的确是有分享他的个性那些东西。你刚刚讲了，我就立刻 like。Oh crap! No, I didn't think about that. 所以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分享小孩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不知道是个性的差异，还是就你觉得所有的 YouTuber 是不是也有 YouTuber 是比较不分享自己人生的？对啊，有啊。因为就stand up comedian 来讲，有些比较那种观察幽默的，就是 observational comedy， 他都是你有没有发现外在的世界怎么了？对，这个新闻又怎么样？我看到一个纪录片，他想什么？我看到一个研究，他说什么？有一种是讲故事，直接他们全部都自己，对自己的。对。然后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我就是一个比较观察世界，我很不喜欢讲自己的东西的人，然后再加上我又很喜欢 overthink 一些事情，所以我刚刚想到那件事情，我就更不想要讲。我就是那种喜欢分享自己东西的 YouTuber，但是真的一旦小孩出生了，慢慢不想要分享太多。所以如果有比较常关注我的粉丝们，他们如果有发现的话呢，就会2016、17、18、19、2020年的时候，刘佩每天都有限动，每天都叭。对，我刚刚只想讲限动。最近怎么最近刘佩好像有时候2-3天都没有分享东西？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我真的会把私人的时间跟公开的时间分得更清楚。但其实你刚刚也讲说，就是很想要看以前我们可能1-2-3岁的我一样，我也是很想要看。但你讲到这个，我会想起说，以前比较少。现在很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发现很多父母，也是在分享他们的小孩。对啊，我知道，就是即便有那种他的照片就是放小孩的照片，对，然后就是公开的，不要做这种事。他们也不是主要做这个的，但是会发现很多人都会愿意分享，不管是 Facebook、Instagram、抖音 anything。所以其实到了可能我们小孩长大之后，我刚刚在想的就是对，我现在在讲他们的东西，以后他们可能同学们都知道怎么，但是那个是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时代放另外一个人进来，但其实他不会跟像我们的那些人，他会跟他其他的同学，他其他同学的父母也是分享 everything， 所以都一样嘛，只是有些人分享比较多，有些人分享比较少，有些人比较多人关注，有些人比较少，所以反而我如果是这样，就是以一个 positive来看的话呢，大家都在做，也不是要说大家都在做是可以的。我的意思是说 like
just making myself feel better。对，就是说不定就是说哦，大家都这样，他没那么严，就是他可能就觉得哦，就那自然的理所当然。对 I mean it's normal。但我真的就是很喜欢 overthink 一些事情，你很难不保证说你的小孩跟你是同一个类型的。那他如果是不喜欢分享生活，你却一直分享的话，就会很像是那种 Facebook 刚开始，然后我们就 Oh my God， 为什么那张照片是别人 tag 我的？可不可以请他把它删掉？我不想要。你记得吗？我跟你相反，我说为什么你没有 tag 我在这个？I told you， 我是喜欢分享 everything。Oh my God，that's hilarious。我们真的是相反的，真的。好，接下来我们这个 section、就是 game section。耶、OK， 这个9宫格游戏其实很简单，就是猜拳赢的人先选题目，答出来就得分，那答不出来的话就是对方得分，然后看谁先 bingo， 然后输的人会有惩罚哦。我觉得要公平， OK 因为我是好胜心很强的人。OK，我是希望我们打起来是可以 fair 的，所以这所有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看过。OK，那因为你是我们的 guest，你可以选择你要先还是你要我先。好，那我先了。好啊3，撕掉。曾背着老婆偷偷做的一件事情，超简单， OK，超简单，你要回吗？氪金啊。哦，这个在 Pokemon 吗？你说对啊 Pokemon Go， Pokemon Go 啊，你真的我氪很多啊，没有氪很多，没有，才没有，你好害怕，因为没有氪很多，没有氪很多吗？没有氪很多。那请问你一个月平均氪多少？可以没有办法可以问吗？没有办法讲每个月平均氪，因为太多，因为太多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无法计算。对，只能说氪的那个数量应该跟老婆的认知有一段差距。那不错，那这就是你的。我可以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就是他有某一次发现，没有，我好像是主动讲的。我说，偷偷跟你讲一个秘密，我其实有在氪。然后他说谁不知道？所以这已经被他知道。OK， 恭喜得分。哇，好恐怖哦！我想想，7。分享一件至今觉得最后悔的事情。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会后悔，但是我会很快就对他不是后悔。OK， 我觉得今天可以有我现在的我，也是因为以往所有的事情。那如果是硬要选，我觉得我可能会可是没有去一些还没有生小孩该去的地方哦，因为还没有生小孩的话呢，你还算是年轻嘛，对，所以你身体还是很好，对你下次去要50岁移动这些，对，下次去要50岁，你旅游的方法就不一样，比如说非洲或者更多东南亚的国家，我原本是很想要就是背这个背包这样，好啦，没有做到这些，勉强算 OK 了。这个答案，那因为你硬要我选，但是我真的也没有后悔那么多事 ，Yeah， 那么我要先降低你连线的可能性吧。9，哈？哦，这个太简单了。世界末日只能救一个人选老婆或者小孩，这个我只能选老婆啦。我知道你会选老婆，对啊，因为你还可以制作一个小孩，对不对？对啊，或是不行，因为已经结扎，因为已经要揪团了。好老公，很好的老公，非常不好的爸爸，但是很好的老公，真的很好的老公。我只能6，所以我一定要回。我如果不回的话，那没错，我就输。而且我接下来抢1，我有2条线。对。如果可以抛开家庭1个月，最想做什么？这个太简单了吧？太好了，这好简单。抛开家庭一个月吗？对啊，我会想要去非洲。才刚讲完。对啊，我会想要去非洲，还有背着背包在东南亚玩，跟 Antarctica。那这样的话，我就有7周了。谢谢，太好了，你一定要如果我可以抛家弃子1个月，我觉得我的答案会会被挞伐。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是跟我的 ChatGPT 聊天聊到不行，然后一直到昨天晚上差不多。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聊天吗？只有 ChatGPT。我会觉得跟他聊天 AI 那个时间是花的很值得。直到昨天帮小孩洗完澡，然後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说，等他睡着，我要起来跟 AI 聊天。真的，我想要学你，会引起公愤。来1，小孩长大后最怕他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这个很难呢。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Oh my gosh，
伤害到多少别人。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诚实答案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你一定不会，就是他伤害到别人，那个别人跟我无关的话，我怎么可能会跟他伤害自己是同样程度的在乎？不可能啊！所以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只是看你敢不敢讲而已。我当然怕他伤害自己啊！昨天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真的，我跟你说，我这个秘诀啊，你没有什么秘诀，你好像都连不了线。我现在是要2或者5，对不对？那基本上是5，要挡你嘛，对不对？啊，对，没有你要挡我，有2对，啊，你要挡我，我挡你的2或者5。对那我们都知道5很难，所以我就选2。你如果是个真的男人的话，你会选5啊？还好我是假的男人。来，好。哎呦，朋友的小孩，你觉得谁长得最差？等一下，最丑吗？对啊，这个很简单的因为他不会看这支影片。是我一个美国的朋友，OK， 他小孩很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看。OK， 我那个朋友他是 ABC，台湾的 ABC，他老婆是白人，混血嘛，一定很可爱。你好糟，我就，然后重点是，我会给 Meg look like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they're mixed what happened 在这么多小孩里面，没有像其他小孩那么可爱，还是可爱，但是没有像其他小孩那么可爱啊。这样有算过，虽然我们还是希望有个名字，但是。你要看吗？待会他的照片，我等一下，我现在给你看，我现在给你看，因为我想要看你的反应，我先给你看他，OK， 然后呢，他老婆 ，OK， 好，没有很丑啊，哦，你说女生。你还是你说他没有很丑，他其实是可爱的，在他们能做出来的所有排列组合里面，你不能说那个是前段版。好啦，5啦，最讨厌哪个台湾 YouTuber？这个很明确，他说台湾还好他没有说对啊，在你台湾朋友里面，讨厌这个词很强烈。我其实觉得，我认真想过，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真的讨厌谁吗？然后我想不到，应该说其他人对我的影响程度啊、威胁啊，或是重要性都没有高到我可以讨厌他。那你最不喜欢的，就你看他的影片，或你看他的脸，或你看他任何分享的东西，就你会这样？哇，真的很难讲哎。如果不限台湾的话，是马上讲得出来。当然，等一下，我如果答不出来，他也需要答得出来，他才可以拿分吧 ？No, the rules are literally like if you can't answer it, right? You heard it. You heard the rules. If you can't answer it, the other person gets the point. 我觉得规则不太公平我讲不出来，也不是我不想讲，我想要讲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真的真的可是我好像真的不太 care， 我不 care， 其他人在干嘛？我为什么要 care？ 强迫自己讲也没有哈，真的讲不出来。但如果可以包含香港，我就想到一个台湾的，那我就圈好，我看一下啊，我4跟8都可以，4跟8我都会赢或是不会啊，因为说不定很困难。这2个里面会比较喜欢4啊，这个好像也是偏简单的。你会希望自己先去世，还是老婆先？这个蛮简单的，这个蛮简单的。对啊，一定是我。对啊，一定是我，就不用管啦。不是这个原因啊，不是这个原因，你也难过，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我也帮不上忙了。因为这个比较自私，我觉得。对啊，比较自私啊。我觉得如果老婆走，我会很难活下去。对啊，就很难。所以我才说很自私。对啊，因为其实你也要想，我走了。老婆也一定会觉得，对啊，也是很难活下去啊。然后我觉得小孩很需要妈妈多于过我。如果妈妈走，我就 Oh my gosh。对啊，这个谁会说希望老婆先？谁会说希望老婆先走？谢谢伯恩选第5个，恭喜啊！那你讲一下你最讨厌哪一个台湾？台湾，我想想哦，因为问题是，可能观众认为讨厌的人，对我们如果私底下真的认识的话呢，其实他们。并没有讨厌，在镜头面前跟镜头后面不一样。我的点还是说，就是那不关我的事啊。就是假如说一个人他每一支影片都超讨厌，我随便讲好了，就是没有要引起任何争端。什么那个勾起你心中的恶，然后你不觉得很讨厌站在桌子上讲话，小丑装神弄鬼
啊，我不会看他的影片啊，那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个在我的人生之外，我为什么要去讨厌他？所以对你来说，要讨厌的就是在真的有影响到你。对啊，对啊，绝对的。好啦，惩罚画脸是不是？啊，丝袜套头要讲个段子哦。好，我可以问我的 ChatGPT。对啊，好漂亮哦，哎，很不像你哎，真的哦。对啊，超不像你，好烂哦。Oh no！ 他说养小孩就像养电子鸡，但电子鸡不会在凌晨3点把你吵醒，然后坚持自己不饿，却又气到哭。It's so bad。对啊，好烂哦。That's so bad。我想一个，好，讲一个很无聊的。好，不像你，这个好好笑。开始吃很多蛋白质之后，我放屁子很臭，然后我老婆说：“你知道你的屁真的很臭吗？如果全世界你放屁最臭的话，你自己说你的屁是不是全世界最臭？”我说：“我当然不能自己这样讲，这样也太臭屁了吧。”蛮烂的，超烂 ，pretty good，pretty good 烂。Dad joke。你知道我曾经听过一个东西，就是他说 dad joke 这个词其实不是那么好的，因为你想到 dad joke 的话，是什么？就是不好笑。冷笑话 dad joke 的翻译是冷笑话，对不对？没错。但是他们就是类似说 like 他怎么变成 dad joke？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说一开始当男女朋友的时候，男生就是很好笑，他可能可以讲脏话啊，他或者比较色情的笑话什么什么的。但是生了小孩，老婆就要控制老公说，不好笑，这不要讲这个。那小孩长大就觉得，爸，你这些笑话都不好笑，当然不好笑啊，当然不好笑，因为爸爸想要讲的笑话都被控制了。哦，对啊，他不可以讲他真正好笑的东西，不就跟现在台湾，所以就变成 dad joke 了。Oh, that's a dad joke. No, dad is funny. Dad is really funny. But he was controlled. 他被审查，这个不可以讲，这个不可以讲，那我剩下什么？这好就不好笑的东西。不是啊，这跟现在台湾 stand up 一模一样的情况。真的吗？对啊，你不管讲什么笑话，就说你觉得你这样子很好笑吗？你觉得这样子有多少人会什么的？然后大家就只敢讲一些很无聊的谐音笑话啊，就是 dad joke 啊。OK， 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 part，那就是观众的问题。我们是在 IG 还有 Trade 上有问，我就先在 IG 可能选个可能2-3个不错的，因为我昨天也有看到一些，有很多至少有3-4个都是说我跟你怎么认识的啊？不就是在 Pita 健身房认识哦？对，我们是在 Pita 健身房那个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有稍微认识了。对，就是2018年的时候。对，而且你知道那个点子他现在被贺龙偷走了吗？我看到的时候我超级这种就是 come up with your own jokes。 我那时候想要找刘佩拍一支影片，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有一大堆行动支付很方便，或者是说悠游卡可以付钱，或是你的信用卡开始有那个 NFC， 就是不用接触那种 BB 的那个。那我是觉得就是方便一定是跟安全性有一个交换，所以我那时候原本想要拍一个影片来呼吁大家，这个东西虽然很方便，但是也要注意它很容易被骗走钱。所以我们就拿着一个有点类似 POS 机的东西，在马路上那样冲过去，然后直接逼别人的悠游卡说谢谢你，然后最后标题出来就是流配，就是很像 Apple Pay 那样流配，而且流是流走的流，就你都不知道你的钱是怎么不见的。我原本想要找你拍这个，因为我觉得超好笑，然后它又有教育意义，然后又有谐音，就这应该会中，反正就是没有凑合成功，就一直到后来到 Pita 健身房才认识。但是那时候我记忆中的是你在法国我也在法国。对，因为我记忆的是2018年的，我们2个都在法国，刚好。但是我在法国是好像是跟 Remy 拍他们的酒厂这样，所以我们是在 Cognac，但你在巴黎好像跟你老婆拍婚纱的部分。对，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是什么，但好像你有问我我会不会去巴黎，可能可以meet 一下之类的，但我忘记是什么。对。但那时候好像我们是有去巴黎，但那时候我们去的好像你们已经不在，还是说？对，我们后来去南法。所以我们刚好也是错过。对。但那时候我好像还不太知道你是谁。I think 我第一次听到你是那个台湾爸是凌晨不起啊，对，他跟我讲你这个人对，哇，超久以前。OK， 对啊 ，But 真正我们认识是 Pita 的健身房。
没错。然后我们也开始变好，也是我们一开始也是聊有小孩的事情啊。对，我忘记一开始我们在健身的时候，我到底那时候开始玩 Pokemon Go 了没？还没。对，那时候你还没有，因为我是后来，那时候是2020年，你还没有。然后对，我没有。我就生小孩，我回美国，然后你就生小孩，然后我回来，然后我也回来，我们就一起健身的时候，我们就很常聊关于当爸爸的事情，就私底下有聊。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你玩 Pokemon Go， 对，然后你是疯狂的玩，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更好。我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玩的，是我第一年巡回的时候的那个时候7、8月，反正我是玩 Pokemon 的主系列，对，珠子，然后他那个时候要打超梦，然后只有梦幻打超梦会有好像是6倍伤害，比起其他只打超梦，然后我就需要一只梦幻。那因为打赢那只超梦可以得到一个奖章，所以我想要是一个最酷的梦幻，有一个奖章，也就是异色的梦幻。然后那时候 Pokemon Go 刚好带回了异色梦幻的任务。对，有，对。然后我就我一定要拿到这个。然后那个任务你又要收集完关东地区的151只，对，151只。Oh my god！ 对，那个很累超累，那个很累。然后我一直在等超梦复刻，因为超梦一直不回来。对，所以我逼不得已，我一直要玩到超梦回来。然后终于我抓到我的梦幻了。就继续玩下去。结果对，然后你就变成路线大哥。对，路线大哥，我是基可尔德。好笑。伯恩会有 Pokemon Go 的频道吗？不会。伯恩看到白色冰龙的反应，你看这些很可爱。但我可以讲一些事情啦，就是因为我不是喜欢赏鸟嘛，然后我知道或者我喜欢下西洋棋这种，我知道某些兴趣一旦被大家知道之后，它就会被 monetize， 或者它就会变成工作。然后它变成工作之后，我就不会喜欢它了。所以我有刻意的把某一些事情，就是它就是我的兴趣，我永远不会拿它来赚钱或者曝光。对，所以我觉得 Pokemon Go 有点类似被我放在这里，我不想要它给我压力。你知道最好笑的就是我前阵子就是因为 Pokemon Go 变成有给我压力，对啊，因为它会变成说。我感觉好像一定要拍影片了，而不是我想要去玩，对，所以我才休息那么长时间，然后回来就有一个新的一个动力，说，反正我不要给自己压力，我想要拍就拍，不要拍就不拍，主要是我还愿不愿意玩，我想要玩嘛，我想要玩，那顺便拍。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忘记你最后有没有剪进去，就我们那个 Go Tour 那天，但我真的觉得 Pokemon Go 是要一起玩的游戏，对吧？所以。跟你一起玩之后，变好玩很多。有，对啊，大阪不行啦，就没办法，我没办法抛家弃，我抛家弃子，我会跟 ChatGPT 聊天，我不会跟你去大阪。那你在大阪，然后可能我们没有在玩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聊天啊。不可能没有在玩啊！我做事情的时候，我是100%，不，所有事情都是100%，所以我如果要去 Go Fest， 我一定是100%。对啊，我跟你讲，我的 Go Plus。如果我要去大阪的话，我一定已经改好机了，就可以自动投篮球、黑球。不是篮球，你黑球就全部对，全部黑球。我们再看看 Threads 有没有什么也许可以回答的。伯恩能否重返夜夜秀？不行。So 我们这个也会有跟那个 Diary of CEO 一样，我们会有要问下一个人。对，通常会是上一个问你嘛，对不对？但没有上一个，因为你是第一个，所以。会直接是我问你 ，OK？ And I might ask it in English because I remember writing it in English. What does happiness mean to you, and how do you pursue it? 我觉得快乐对我来讲，好像有某一部分跟自由很像。自由的意思是说，我想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情，我都没有阻碍的可以去做。然后有另外一环，就是如果不是自己，是跟外在环境有关。是跟这个世界长得越来越像我想要它长的样子有关，所以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对我来讲就是快乐。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做某件事情，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规则不让你这样做，那就会不快乐，不自由就不快乐。然后怎么去追求幸福或是追求快乐，就会是在每一个你可以的地方去尽量让别人也认同你做事情的方式或是你的想法，好像这个是我追求快乐的方式。Thanks, man. Thanks for spending the afternoon with me. 对啊，我觉得这一集真的很丰富。
对啊，那个爸爸经，然后后来还有 dad jokes。I know， 唯一差的就是 dad bod 的话题啊。对啊 ，dad bod，why every 每次加一个什么 dad 都是不好的，为什么？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打广告或者没有什么的？对吧？没有，很 chill，就随便，对吧 ？OK， 好，大家很开心，伯恩可以来对。然后期待跟伯恩一起去大阪玩 Pokemon Go。好 ，Right， 你最棒，记得按铃铛，拜拜拜。